Hello，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，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，再打开旁边小铃铛，这样每次有新影片，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也帮我按个赞，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。谢谢大家，我们现在正式开始。好，我想最近发生的一些社会事件啊，真的让很多人，特别是女性朋友，还有我们广大的通勤族，心里都感觉毛毛的，很不踏实。可能，晚上自己一个人走路回家会多想一下，或者是在捷运上看到有人行为举止怪怪的，心里就会开始警铃大作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好好的、深入的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身安全。它不是要吓大家，而是我希望我们都能够用更聪明、更有效的方法来保护我们自己。那今天的内容呢，我帮大家整理成一套非常有系统的生存框架。我们会先从最关键的心态重设开始，把那些电影教我们的错误观念全部丢掉。接着我们会介绍自我防卫的黄金、白银、青铜三大准则，一步一步的帮你建立起一道完整的安全防线。最后我们会讲一个大家常常忽略，但老实说攸关生死的关键技能。好，我们马上开始。好，第一部分心态重设，我必须说，这个是所有安全策略的基础。如果你的观念从一开始就错了，那你后面学再多技术，其实帮助都不大。我们先来问一个很直接的问题：你在电影里面看到那些哇超帅的一个打10个空手夺白刃那种防身术，在现实生活中，你觉得真的有用吗？答案是几乎完全没用，而且如果你相信它，反而可能会害了你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比较图。电影里坏人会把刀亮出来，给你时间反应，对吧？但现实是什么？现实是攻击者会把刀藏得好好的，你根本就看不到。很多真实案例都显示，受害者甚至不知道自己被刺了，一直到攻击结束才发现自己受伤的。再来，电影里的打斗，哇，打了好几分钟，主角还很冷静。但现实是，真正的街头攻击是极度快速、暴力而且混乱的，通常在短短的4到10秒内，咻一下就结束了。在那种情况下，你不可能冷静，你会极度的恐惧，脑袋一片空白，肾上腺素整个爆表。所以忘掉那些复杂的招式吧，那真的不是为我们一般人设计的。好，既然电影教的都是错的，那到底什么才是对的？来，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，这是所有防身专家、教练100%都同意的最高指导原则，就是这句话：最好的防御就是人不要在那里。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像废话，对不对？跑就对了嘛。但它之所以被称为黄金准则，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的，因为它保证你100%不会受到任何伤害。所以为什么跑是黄金准则？第一，它是唯一100%有效的方法。你人都不在了，它要怎么伤害你？第二，跑步不需要任何特殊技巧或力量，对吧？这几乎是人的本能。第三，它完全跳过了打斗这个高风险的过程。你一定要记住，你的首要目标是活着回家，不需要赢得一场街头格斗。当然啦，我也知道，有时候你就是没办法跑。比如说，你被困在捷运车厢里，在电梯里，或者你身边有家人、有小孩需要保护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层级的防御策略。不过，在你能够跑之前，你得先看到危险要来了。这个东西就叫做情境感知能力，它是你真正的第一道防线。讲白了，就是主动去观察你周遭的环境，在危险真的发生之前，就先察觉到不对劲。这里分享几个实用的小技巧。第一，试着在你周围保持一个大概2公尺的个人空间，不要让陌生人太轻易的进入这个范围，尤其是在等车或排队的时候。第二，永远要观察别人的手，因为手是拿出武器的地方。如果有人靠近你，但他的手却一直插在口袋或藏在身后，你就要提高警觉。第三，注意一些攻击的前兆，例如有人身体开始侧向你，眼神飘忽不定的四处看，这些都好。那如果黄金准则逃跑，因为环境限制暂时不可行，我们就要马上启动第2层防御白银准则。
OK，我们来看这个生存层级。当黄金级的逃跑做不到时，第二好的选择就是启动白银级的防御，马上在你跟攻击者之间放一个大型的障碍物。这些障碍物其实无处不在哦，你每天通勤的路上一定都有。比方说，一扇门，马上把它关上，锁起来；餐厅里的一张桌子，直接把它推倒，躲在后面；路边停的汽车，你可以绕着它跑，把它当成一个移动的掩体，或甚至是捷运站的柱子、便利商店的柜台，任何够大、够坚固的东西都可以。重点来了，使用障碍物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跟对方在那边对峙，而是为了要阻碍他的路线，帮你争取到那宝贵的1-2秒时间和空间，最终让你能够回到黄金转折，就是逃跑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那如果黄金准则跑不行，白银准则找障碍物也不行，旁边空空荡荡的，那我们就只剩下最后的防线之一——青铜准则，也就是利用你随身携带的任何物品。你现在就可以看看你身上有什么。对我们通勤族或女性朋友来说，你的后背包、笔电包、手提包，这些都是绝佳的临时盾牌。甚至是你身上穿的比较厚的外套，马上脱下来缠在手臂上，都能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。如果在室内，椅子是很好的工具。还有灭火器。这个真的超好用，它不只是个盾牌，你还可以朝对方脸上喷，干扰他的视线，制造逃跑的机会，甚至是你腰上的皮带抽出来甩，也能有效的拉开你们之间的距离。但重点是，你该怎么用这个盾牌？这张投影片非常关键，大家要记起来。第一，你的目标是对方的前臂，不是刀子本身。如果你傻傻的直接去挡刀，你的包包很可能一下就被刺穿了，盾牌就没用了。但如果你攻击或格挡他的前臂，就能有效地阻止他的攻击。第二，永远要朝攻击者的外侧移动，也就是远离他另一只空着的手的那一边，避免被他抓住。第三，盾牌是用来格挡、攻击，然后创造空间让你跑的，不是让你留在原地跟他拼命的。第四，把盾牌尽量拿远离你的身体，这样才能增加缓冲的距离。OK， 现在我们要来到最糟的情况了。你跑不了，没有障碍物，手上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当做盾牌，这是你赤手空拳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在讲技术之前，我们必须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准备。你要先接受一个很残酷的现实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非常有可能会被划伤。我们的目标不是毫发无伤，而是要避免被刺中要害。划伤跟刺伤是两回事哦。划伤通常可以存活，但一刀深深的刺伤，尤其是在你的身体躯干部位，那可能就是致命的。所以，这个技术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你的重要器官，让你活下来。这个技术叫做 X 型格挡。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你遇到突发状况时唯一需要记得的保命反应。步骤很简单：第一，双臂在胸前交叉成一个 X 型；第二，重点来了，转动你的手腕，让手掌心朝向你自己的脸。这个小动作非常重要，它是为了保护你手腕内侧的动脉跟静脉。这里如果被割到，会大量失血，非常危险。第三，在你格挡的那个瞬间，用你整个身体和屁股的力量向后猛推，尽你最大的力量拉开距离。为什么是这个这么简单的动作？因为在极度恐慌、肾上腺素爆表的情况下，你的大脑是无法处理复杂指令的。你需要的就是一个简单、直觉，不管对方是从上面砍、下面刺、左边来、右边来，都能够用的大肌肉群动作。这个 X 型格挡就是它的目的不是要打赢对方，而是在第一波最猛烈的攻击中存活下来，让你找到机会去拿东西，青铜找掩护，白银或者直接逃跑，黄金。好的，我们讲完了所有防御的层级，但今天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点，其实是接下来要讲的这个部分。这是一个在攻击发生之后，却往往被大家忽略，但却是真正能够救命的技能。在暴力事件中，排名第一、最有用的生存技能，它不是什么打斗技巧，而是急救能力。你想想看哦，
你这一辈子需要亲手制服一个持刀歹徒的几率高，还是你需要为自己或身边的人进行紧急止血的几率比较高？答案其实非常明显。你真正应该花时间去学的是这些东西：如何使用止血带来处理那种喷射状的大出血，如何正确地用纱布去填塞伤口，如何使用压力绷带来加压止血，还有知道该打给谁，以及在电话中要冷静清楚地提供哪些关键资讯。这些知识能拯救的生命，远比你学会100种花俏的夺刀术还要多太多了。我真的强烈建议大家都去报名一个基本的急救课程，这真的不难，花一个嗡默的下午，你学到的技能很可能在未来就救了自己或家人一命。好的，在我们做最后总结之前，我想留一个问题给大家回去思考一下。听完今天的内容，从明天开始，你打算在你的通勤包包里面多放进什么东西吗？可能是一个小型的急救包，或者是一个更坚固的保温瓶。认真的想一下，然后做出行动。好，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，我们建立了一个3层式的生存框架。最高原则是黄金准则，逃跑与拉开距离，而实现它的关键是情境感知。如果做不到，就启动白银准则，利用环境中的大型障碍物来创造掩护。最后才是青铜准则，用你随身的物品当作盾牌。如果连这个都没有，就用我们教的 X 型格挡来保护要害，争取机会。最后，请一定要记得，学习急救比学习打斗更重要。我真心希望大家永远都用不到这些知识，但我们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，保持警觉，保持安全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。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，记得马上点赞、加订阅、加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正在冲订阅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